通，为什么红桃六会选择这么封闭的环境交易？也许红桃六是想通过网络来遥控李兆祥。已经快5点钟了，红桃六不会发现什么了吧？再等等看。师傅，你不能去！我不能让这照片流传出去。坐下，给我坐下！我是警察，坐下。箱子呢？箱子在。箱子呢？哎，我的箱，我的箱子刚才还在这儿呢。见了鬼了！我一直盯着他。不是见鬼了，有些人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让箱子消失。刚才整个的过程，我们给了他太多的1秒钟。电脑上出现图片的时候，我跑过去拉电闸的时候，还有我正在拉电闸的时候，我们给了他太多的1秒钟。是服务器中木马病毒了。看来是红桃六病毒。想让这些图片还有视频一点都不扩散到网络上是不可能的。你先让红桃六跑。谢谢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电闸是我拉的，跟我师傅没关系。行了行了，小花，你别替我顶着了。电闸是我拉的，所有网吧的人都可以作证。英雄救美是吧？你知不知道你们放走的人是谁？是连环杀人犯红桃六，而且他这次依然用的是你放出去的红桃六病毒。你让督察的同志怎么想你？你也别忘了，这是红桃六病毒第2次被使用。我凭什么相信第1次不是他干的？队长，你小花，好了，你坐下，别说了。我不管督察的人怎么想，让他们查去吧。我现在想的是啊，这个红桃六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，找黎兆祥要10万块钱？按照咱们对他的了解，红桃六的真实目的绝对不会是为了钱，而且不会是10万块这么小的数目，这不符合逻辑。那你分析分析，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的真实目的很可能就是齐慧茹的性爱视频。你是说红桃六跟齐慧茹有私仇？不，红桃六如果和齐慧茹有私仇的话，那他选择报复的方式太多了。他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齐慧茹干掉了，他不会选择公开性爱视频这种方式。所以我想，这个红桃六很有可能是和贾明明的卖淫组织对着干的。公开性爱视频就能和卖淫组织对着干？是这样，这个组织我们一直叫它卖淫组织，但是我们也都清楚，它绝不是简单的卖淫组织。张义林，土地局局长的官员身份，齐慧茹高级女白领的身份，以及这个组织严密的做事逻辑，都告诉我们，这个组织就是一个专门针对权贵人士、提供女性的一个机构。韩队，如果贾明明的组织就是这样一个组织，那么他们一定会对看上的女性进行精心的包装。一旦包装失败了，这其中的损失可想而知啊。所以红桃六才播放性爱视频，破坏齐慧茹的包装，从而使这个组织
受到巨大的损失。没错呀，张义林坠楼的事件就是一个例证。这个洪桃六他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干？还有一个问题，他为什么要针对我？因为你长得帅啊。快结束！小慧主播，你对现在网上流传的你和林兆祥的性爱视频怎么解释？对不起，请让开。看意见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小慧主播，你为什么从电台辞职？是不是因为性爱视频？说两句。还有，求你放过我吧！喂，你们干什么？想逼死人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，走开！别走呀！走开你们！黑可，谢谢你安慰我。以后你还是离我远一点。你说什么呢，小慧姐？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话啊！我楼下可不是那样的人。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，可是我怕我连累你。怎么会连累我呢？不会的啊，会的，一定会的。静怡姐，客观一点讲，你现在靠近齐慧茹，你自己也会被媒体追踪的。不光是你，连你哥哥刘洪涛也会被媒体追踪的。虽然他们不会乱写，但是我们挡不住别人去乱想。这对你、对你哥一点好处都没有，所以，我劝你，为了你，为了你哥，你还是离他远一点吧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他现在正是需要安慰的时候。我的话虽然不好听，但是很客观。你们做警察的，是不是都这么冷酷无情啊？也许吧。至于你，齐慧茹，刘洪涛帮过你，如果你还感激他，你就应该主动离他远一点。离他远点儿，就是对他最大的回报。怎么样？还跟我继续比下去吗？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那块地皮我不要了，归你了。我打算去国外待上一段时间，过几天清静日子。没准以后这生意也不做了。我早说过，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。皇兄啊，别高兴太早了，啊！你除了地产生意，还有别的生意。别人不了解你，我黎兆祥对你可是了如指掌。你和贾明明的事儿，他多多少少跟我说过一些，所以他的死100%跟你有关系。可惜刘洪涛也没查出来什么呀。没查出什么，并不意味着查不出什么。你既然不是洪桃六，那你可就要小心这个洪桃六了。他把照片寄给你，让你转交给我，并不是为了帮你争夺那块地的开发权，而是要把警察的视线转移到你这儿。我说过，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这话我以前也经常说呀，可惜呀，还是在小河沟里翻船了。还是要感谢你啊。不过你这一走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我又何尝不是呢？你说咱们做了那么多年敌人，分手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敌人也可以是亲人呐！啊！你答应过我说3天之内找到杀死我姐嫌疑人。3天时间到了，可结果呢？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你骗我的，对吧？其实你根本没有能力抓到杀死我姐的那个凶手，因为你就是杀死我姐那个凶手的帮凶，你就是杀害监控室管理员并删掉那天录像的那个洪桃六。你凭什么这么说啊？外面的人都这么说。那就让他们说去吧。你答应过我，
说3天之内要是找不到杀死我姐的凶手，就代替我姐照顾我，让我住到你家来，继续监督你查案。刘洪涛，你该不会食言吧？我今天就要住进来。我答应你的事情，绝对不会食言的。我住哪个房间？随便你挑。啊，对了，临走之前，我要送你一件礼物。不会是要害我吧？绝对是好东西，只可惜我拿不到了，但是我希望你得到。这个张义林手里边有一个东西，牵扯到很多政府官员。如果你能得到这个东西，那就能控制这些官员。那么无论你的地产生意还是其他生意，都将因此而受益。可惜呀，张义林死了，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在哪儿。哎呀，不过还是要真心感谢李老板啊！不过这个事儿我也早就知道。这个贾明明能把我的事告诉你，也就能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呀。女人呐，啊，女人呐。师傅，有新的情况。华阳小区有住户反映，楼上敲敲打打的，好像在装修，吵得不得了。后来物业去调解，对方态度还十分恶劣。后来一查才知道，那套房子所有者是刚刚坠楼身亡的土地局副局长张义林买的。物业也奇怪，去年刚装修好的房子，今年又要装修，连承重墙都砸了。装修队谁安排的？张义林的老婆吴向芳。师傅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打电话给吴向芳报信儿，说张义林在宾馆嫖娼的女人就是贾明明，而吴向芳又知道贾明明会被干掉，她没有理由去包庇贾明明啊。即便她和贾明明都是相关的涉案人员，我们还是查不到她呀。确实不能排除这个可能。这就是吴向芳的家。对，吴向芳在城里一共有3套房子，一套就是刚才说的华阳小区那套。还有一套是西山的高山流水的别墅，还有一套就是这儿，也就是张义林生前和吴向芳一直住的地方。走吧，上去看看。好。就是这间。有意思啊，华阳那套房子在装修，这套房子也在装修。敲门吗？不用，吴向芳肯定不在这儿。现在首先要找到吴向芳在哪儿。走吧。3件事。第一，老板在网上看到了那个女孩的性爱视频，老板表示对你很失望。张义林的事儿已经让咱们损失惨重了，这回的性爱视频更是失去了几千万的生意机会。你该好好反省一下了，看看生意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。第二，老板要的东西必须尽快找到，老板不希望再有什么恶劣的结果出现了。第三，张义林的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，你必须尽快把生意做回来。性爱视频的事儿，我很抱歉，我会反省。那东西我正在找，目前还没有下落。至于生意，我也很想尽快做起来。你们也知道，贾明明死了，他手里的女性资源名单，我现在还没有找到。重新建立一批资源，那需要时间啊。你请老板放心，我比他更希望赶紧把生意做起来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张义林的老婆，你要注意一下。这个女人最近有些行为异常，她知道张义林的许多事情，可能东西就在她的手上。替我谢谢老板的指示，我会调查的。
告辞了。老板的压力，让黄半成明白，挤走一个黎兆祥，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平稳下来。贾明明的东西，依然是重中之重。师傅，好像是跟什么人见面吧？你跟进去看看，别暴露自己。明白。哎，吴女士你好，啊，请进，请进。陈刚呢？他什么时候来啊？看来吴女士特别想见到陈律师啊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您别介意。啊，这个是我的名片，请笑纳。师傅，你肯定想不到，吴向芳见的人是老皮。老皮，职业讨债人。没错。他们进了包间，具体聊什么，我没法知道。你先回来。好。吴女士，我老皮的讨债业的口碑，就像陈律师在律师界的口碑一样，自打入行以来，从来都保持着零败诉率。我欠什么人钱了吗？没有，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我知道，陈刚欠了你的钱。到底想干什么？吴女士，我知道你老公张爱林死了，你特别想和你的旧情人陈刚重归于好，对吧？你这人真有意思啊！我的事儿需要你管吗？哎，吴女士，现在我们讨债业啊，这个生意不景气，我呢也只好主动出来找活干。现在我能告诉你，我不单能够帮你要回陈刚欠你的钱，还能帮助你和陈刚重归于好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就让我替你来做这件事儿。你怎么知道我和陈律师的事？我们干讨债业的，自然会有我们的门道。既然你主动找到我，看来你很有信心啊。请放心，我老皮在讨债业的口碑，那是你可以打听的。说吧，你想要多少钱？按照行规，10%的佣金，事儿不成的话，分文不取。师傅，他俩假装不认识，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这样，我送你回局里，然后咱们俩分头行动。你再去梳理一遍老皮的底细，查得越细越好。我去找吴向芳聊聊，看看能不能摸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好，没问题。吴女士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刘警官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啊，你有3处房产，有2处都在搞装修，我只好找到这儿来了。如果是张艺林的事情，我已经和相关部门说过很多遍了，该说的都说了。我现在只想过安静的生活。那正好，我今天不是为了张艺林的事情来的，我是为了了解你的事情来的。我的事情？我的什么事情？据我所知，你那2处房产好像都是刚装修不久吧？这么短的时间又要重新装修，这不太合常理吧？
这有什么不合常理的？不喜欢就重新装呗。吴女士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张艺林的死很可能是跟一件东西有关的，而这件东西是会要人命的。我想你应该知道它有多重要吧？我们警方呢，现在正在查找这件东西，而这个时间，你却大兴土木，搞装修，这很容易让我们警方怀疑，张艺林是把这个东西藏在了你们房产之中的某一处，而你呢，装修是假，找东西才是真。话说回来了，吴女士，如果你真的知道什么，我劝你还是尽快的告诉我们警方。你不想让我们怀疑张艺林是被你谋害的吧？刘警官想多了吧？我就只是装修一下。真的只是装修吗？真的，只是装修。那你这么个大别墅，也要重新装修啊？哦，那倒不用。吴女士，我是个警察，这点观察力还是有的。门口车上那些工人，我刚才跟他们已经聊过了，你非要把人家拽进来当证人吗？好吧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这人有严重的强迫症，一看到房子现在的装修，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张艺林，想起他做过的那些肮脏事，所以我才想装修一下，要不然我没办法在这儿继续住下去。哦，是这样啊。虽然我实在是没办法相信你这个解释，但是我也无话可说。关于那件东西呢，我们警方会继续查找下去的。我真的劝你还是小心一点，我不想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，会是另外一种情形。刘警官要是没有别的事情的话，就请告辞吧。我现在还有一些事情要忙。好，吴女士，如果你在装修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张艺林藏着的某个东西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并且把它交给我。好，我会的。当然了。我对老皮这几年情况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他有嗜赌的恶习，于是我就提审了郭永刚。哼，你猜怎么着？郭永刚还真认识这个老皮。据郭永刚交代，老皮前几年曾经欠下一个叫六叔的人100万的赌债，正是因为这笔赌债，老皮的老婆才扔下他和儿子，跟着别的男人跑了。他为了还清赌债，才铤而走险，干起了讨债的生意。这个六叔是什么人？还没来得及审。走吧。你对这个老皮了解多少？就是在一起打过牌，仅此而已。那你对六叔了解多少？我只知道这个人，但是没见过。他好像从来不亲自现身，都是通过手机短信和互联网和那些需要借钱的人联系。你和他打过交道吗？没有，我没跟他借过钱。那你知道他是怎么讨债的吗？也是通过互联网。欠债不还呢？他手底下有打手，也就是职业讨债人。职业讨债人。喂，事情你给我办的怎么样了？哦，我已经主动联系吴向芳了，吴向芳已经同意委托我来向陈刚讨债。只要我取得了吴向芳的信任，您放心，您要的东西啊，不会让你等太久。很好。哦，对了，那笔债呢？等你把事情办成了再说吧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您说。你必须拉着李浩哲跟你一块儿干。什么？涛哥，这点我就不明白了。那李浩哲是刘洪涛的妹夫啊，把他拉进来，你这不引火上身吗？那多危险呐！我说你该怎么做，你就怎么做。好，好。对了，有件事呢，想问问您。您不会是刘洪涛吧？
记住，我是谁，你永远都不要问。好。老皮和吴向芳，一个是和洪桃六有接触的人，一个是张艺林的老婆。这2个人秘密联系，一定有重大的事情。而且这2个人也是目前案子唯一的突破口。关于洪桃六，老皮一定是对你有所隐瞒的。至于吴向芳，虽然现在我们没办法证实他和张艺林的死有直接的关系，但是最近他的行为很反常，你知道吗？张艺林留下的几处房子里面，不管新旧，吴向芳都在搞装修。我怀疑啊，他装修是假，而寻找张艺林留下的什么东西才是真。哎，洪桃六不是也委托老皮帮他再找一件什么东西吗？吴向芳要找的，会不会就是洪桃六委托老皮找的这件东西？反正这个东西不是艳照。那你需要我怎么做？去查清楚，老皮和吴向芳具体在商议什么事情。可是我怎么样才能让老皮把他跟吴向芳的事情告诉我呢？老皮不是一直在拉拢你，想让你帮着他一起做生意吗？你主动去找他，就说你同意和他一起做。可是我之前都是拒绝的，我现在这么主动，会不会让老皮怀疑啊？我就是要让他怀疑。如果他怀疑了，还是同意你跟着他一起干，那就说明他想拉着你跟他一起做生意，不单是怕你去自首，把你和他捆绑在一起，是有更深的目的。这个目的不是他老皮的意愿，而是洪桃六的意愿。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洪桃六不是一开始就帮着你和老皮擦屁股吗？他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想让你和老皮替他做什么事情。他拉拢老皮的理由可以很简单，但是他拉拢你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唯一的答案就是，你是我刘洪涛未来的妹夫，他想把我的妹夫变成一个为他所用的罪犯，所以，他绝对不会放弃你，他一定会告诉老皮，同意你跟着他一起干。要是老皮不同意跟我做生意怎么办？那就说明洪桃六是没有暗示过他，让他拉拢你。不过这是不符合目前我们对洪桃六的判断，也就进一步说明洪桃六和老皮是没有更多的秘密接触。那咱们现在盯着老皮就没有太大意义。我知道了，对老皮来说，这也算个测试。没错。哎，我答应你的事儿总是在拼命在做，你答应我的事儿呢？你是说贾静静？贾静静走了，不是吗？啊，我正要告诉你呢，她不但没走，还搬到我家去住了。搬到你家？对，搬到我家了。我答应过她，只要一天不找到杀害她姐姐的凶手，我就替她姐姐照顾她一天。搬到我家去住，监督我破案，是我和她的约定。这也是我目前唯一能够留下她，不让她走的办法。那这样，你岂不是压力会很大？你答应我的事情，你在拼命的做；我答应你的事情，我也会去拼命做。这是咱俩的约定。贾静静，贾静静，哎，这么急着找我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？如果我要是跟你合伙做生意，你打算给我分多少股份？你不是不愿意跟我合伙做生意吗？今天怎么突然提出来？嗨，这不是牛三金那笔钱泡汤了吗？我得为以后打算呀。
那你得跟我说实话，为什么突然提出来想跟我做生意？50%。50%的股份。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。我不需要回答你的问题。不会是刘洪涛指使你这么做的吧？你说是就是。你说是就是了。啊？不会是真的吧？你说不是，就不是了。这样，我给你1晚上考虑时间。你要是不答应，以后就再也不要跟我提这件事儿。我不同意，我坚决不同意。为什么不同意？说出理由。他现在睡的是我的房间。哎，你不是老是说这不是你的家吗？怎么会有你的房间呢？哥，刘洪涛他欺负我，你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他，他说了他会好好照顾我的，他会说他的家就是我的家，还说专门给我一个房间。可是他现在忘恩负义，哥，你是为了他才死的，你死得好冤啊！哥，你要是在天有知，你就看看刘洪涛的丑恶嘴脸吧，你。你行了啊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老是拿你哥哥来压我。我问你，你那房间，你睡过几次啊？啊，我给你留那个房间留了好几年了，你可在外边租房子住，你也不回来住，你还好意思现在说什么我忘恩负义，我欺负你，这些话你好意思说出口啊？我跟你说，人家贾经理现在已经住进来了，我也已经答应人家了，搬出去那是不可能的。再说了，你不已经住在浩哲家了吗？我偶尔还是会回来的嘛，你让我睡哪儿嘛？要回来了，就打地铺。我不管，我闻不惯他身上的味道。我是闻不到他身上有什么味道。浩哲，你闻得到吗？哎呀，我不管，反正我就是不同意，这么做也太荒唐了。哎，小可，你要理解你哥的苦衷，他也很为难，他是警察，也想早点破案，给家属一个交代啊。就因为他是警察，所以更要注重自己的形象啊！让一个年轻貌美的死者家属住到咱们家里来，算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传到警局里面，单位同事怎么看他？领导怎么看他呀？你别替我操心啊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。你不在乎，我在乎，反正我就是不同意。不同意也得同意，没得商量。过分！哎，小可，小可，你去哪？谢谢。刘洪涛面对家里的事情，即使是神探，也倍感无力。小哥，你听我说，行，你觉得我做错了吗？你没有错，你哥更没有错。这个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怀疑你哥是杀死贾静静姐姐的凶手洪桃六。他要比你想象中的难很多。这个时候，你应该理解跟支持他，不应该说那样的话。都怪那个贾静静。你看着我，我告诉你，贾静静也没有错，她的姐姐死了，她又患有罕见的疾病，没有人照顾她，随时就会有意外发生。相比之下，我们比她幸福太多了。我们不应该指责这样一个人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还对贾静静贼心不死呢？我对她没有贼心，只是觉得她可怜。你过来让我闻闻。干什么？闻闻你身上有没有贾静静的味道。没有吧？现在没有，不代表以后也没有。以后也不会有的。
我会不定期检查的哦。哟，合车，上车，合伙人。合伙人？你答应跟我做生意了？我不是一直求之不得呢吗？50%股份。嗯，50%。你不是一直怀疑我要求跟你做生意是刘洪涛的主意吗？哎，刘洪涛怎么舍得把一个高材生，又是自己未来妹夫的人往讨债路上逼的？没有，这不合理。你不是一直怀疑他就是洪桃六吗？哎呀，那谁是洪桃六我根本不关心，知道吗？我关心的只有这个。行，今天我带你办的业务就是吴向芳的。10年前呢，吴向芳还没嫁给张义林，那时候姓陈的也是穷光蛋。可是吴向芳呢，不顾及父亲的反对，义无反顾的爱上陈，并且拿自家的钱和人脉帮助这小子发展事业。很快啊，这小子事业做的是风生水起啊，挣了大钱。这男人嘛，有钱就膨胀，哎，在外面有了情人。这吴向芳知道这事儿之后啊，非常痛心，但是呢，又舍不得和陈分手，并且提出来要陈和那个情人了断。而姓陈这小子呀，是铁了心的要甩了吴向芳，就给吴向芳啊写了一张10万块钱的欠条，理由呢，就是偿还吴向芳这么多年来帮助发展事业的钱。这吴向芳看到借条啊，心都碎了。你想啊，这些年为他花的钱何止10万呢？再说了，人家姑娘青春，你就不是钱吗？哎呀，一个大律师，一年的年薪几百万，用了5年的时间才还了一半。你说这小子想还吗？根本不想还。关键是啊，人家姑娘根本没看这个钱啊，人家是咽不了这口气。那欠条还在吗？你这问题问得很专业呀，丢了。丢了？那不白说吗？不白说。这次就让你看看我的手段，到时候你在这里配合我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您是陈律师吧？是我，你谁啊？我正找您呢。我呀，我叫老皮，在那边呢开了个小型的法律咨询服务公司。啊，法律咨询服务公司啊？对，我呢请您帮我打一官司，哎呀，有点难处。我知道，您可是咱南市市的名人呐，那可是咱司法界的骄傲啊，对吧？是入行以来保持0败速率的神一般男人。哎呀，我不瞒您说呀，我这遇着点难事儿，就请您吃个饭，聊聊这案子，怎么样？赏个脸。去哪儿呢？怎么去？嗨，我得有车，我拉你去。知道你档次高，在醉仙楼那儿我订了一包间，怎么样？还算有诚意。那行吧。行，太好了，我的案子总算有救了。来，请，来。这位是啊，这徒弟，4个人。你好。你好。跟我聊天是有费用的，明白？哎呀，年轻人，你给他说说。我刚刚听了关于你的故事。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欠了前女友10万块钱？你们两个是谁啊？想干什么？我下车。哎，饭还没吃呢，急啥呀？还想绑架我？我就是想请你吃个饭。咱呢也聊聊这事儿。有什么好聊的？你们听到的也只是一面之词，事情的真相你们知道吗？和吴向芳谈过恋爱，我不否认。可2个人不合适闹分手也很正常。我跟他说好聚好散，可他仗着他父亲是副局长，非问我要精神损失费。我这人啊，
念旧，就给了他5万块。可他顺杆爬，说我欠他5万块不够，有证据吗？有证据可以告我，告得了我。他如果再这样无理取闹的话，他不告我，我还要告他呢。年轻人，你信他的话吗？我谁都不信，我就信证据。看看，还是年轻人有法律意识。陈大壮，你以为你毁了欠条，往事就翻篇了？没那事儿。你可是咱南石市的名片呐，司法界的骄傲啊，是入行以来保持零败诉率神一样的男人呐。你是维护社会秩序、律政英雄啊，你怎么有的今天？没有吴向芳的帮助，你能有今天？哎呀，说实话吧，你跟吴向芳谁好谁坏，谁对谁错，我根本不感兴趣。我就知道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告诉你，你毁的欠条假的，真的在我这儿呢，没证据我都不来找你。他如果真有欠条的话，干嘛不去告我呢？我说你这人呢，心里只有官司啊，你根本都不懂女人心思。吴向芳说的真欠条，他真有。他告你赢得了吗？你要赢不了的话，你的零败诉率的神一样的神话还存在吗？你的事业能如日中天吗？你的对手能放过你吗？你的老天财神爷会眷顾你吗？告诉你，没证据我都不来找你。你把欠条给我看看。你有没有啊？嘿，年轻人，拿好了，看看啊，别让抢你。哎。记着，零败诉率，我还是。你狠，算你狠，你真狠，想弄死我们是吧？我先弄死你，等着！你把欠条给我看看，你有没有啊？我说你们2个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有了这个视频呢，你那个欠条就不重要了，对吧？你这零败诉率的神话就不在了，对吗？本来就没有欠条，对吧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几年前呢，现场有的被他给毁了，知道吗？他这心里有鬼，哎，他一着急就把我给你那张废纸，他连看都没看就吞下去了。幸亏我有防备，一招制敌，对吧，陈律师？你怎么知道他会把欠条吃了？这种人的优势也是最大的弱点，那就是怕别人突破他零败诉率，对吧？好了，什么都不说了，我还钱，这个归我。那这样，这是按你说的来。那今天我们哥俩先走了，这儿离城里吧也有几十公里，你在这儿啊也好好反省反省啊。陈律师，明天见，拜拜。你们狠啊！今天对付陈刚的手段，让李浩哲见识了老皮真正的狡猾，但更让李浩哲担心的是，这一些背后还有一个手段更高明的洪桃六。顾永刚在康州所长这要见你，说有重大线索跟洪桃六有关。走，看看去。我听说你有急事找我。这个纸条我必须给你看。这纸条哪儿来的？可能是我放风的时候别人放在我口袋里的。你应该知道债主是谁吧？知道，就是你们之前问过我的六叔。六叔？我记得你上次好像告诉过我，你和这个六叔是没有打过交道的吧？
我承认，我在这个问题上撒了谎，因为我不想惹麻烦。我真心希望他们都以为我死了。洪桃六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让你开枪打死我，只有我死了，任务才算完成。如果我之前就告诉你们我和六叔的事情，你们一定不会让我死的。可惜的是，他们还是知道了你活着的消息。这个洪桃六替你还的赌债里面，也包括这个六叔的钱吧？是的，他们现在知道我没死，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我前妻和孩子也会有危险的。刘警官，我求求你们，一定要帮我保护好他们呀！你觉得六叔和洪桃六认识吗？这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六叔虽然是咱们南市市人，但是他经常出没于澳门、拉斯维加斯等地。他的主要业务就是向赌徒放贷，一次少则数十万，多则百万。以他的身份，在南石市也是能翻云覆雨的人物。这和你们正在查的卖淫组织有类似的地方，所以我想，他很有可能也是洪桃六的人。你说你想让我们保护你前妻和孩子的安全，那你就得帮我们的忙，做我们的诱饵，抓住六叔。只有抓住了六叔，你和你的前妻、孩子才能真正安全。可是我现在根本就没有钱，钱不是问题，钱的事情我们会向局里提出申请的。好吧，你们一定要帮我保护好我的前妻和孩子。放心。郭永刚的事情呢，我基本上都了解了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呢，这一次是抓住六叔的好机会。洪桃六既然能通过六叔找到郭永刚，并为他所用，那六叔不可能不熟悉洪桃六，所以这次也是找到洪桃六线索的好机会。是个好机会，但是一定要加派人手，不能出一点纰漏。知道了，那我明天办手续。王总，你让我查到吴向芳，我查到他现在正在家里大搞装修。他怎么会有闲心干这事？这里一定有蹊跷。我会继续调查的。一定要搞清楚，这个女人手里到底有没有老板要的东西。好，知道了。东西呢？放心吧。这是什么？借条？烟也真美。唉，没想到他还真留着。这说明他还没有忘记你。吴向芳啊，在外面等你呢。啊，出这个门向左，也能看着他。要是向右的话，那就意味着你们分道扬镳了。你现在是单身，张一林死后，吴向芳也是一个人了，对吧？当然了，这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你自己多琢磨琢磨。
这时的陈刚再见到吴向芳时，心里有些五味杂陈；而此时的吴向芳见到陈刚，又好像有了新的想法。你的，你应得的。这钱还是你拿着吧，就算是我给你的现人费。还是你拿着吧。贾静静住在你家，你的开支又多了一份。这些钱就当做是贾明明在天堂寄给贾静静的生活费吧。天堂？会是在天堂吗？不管是天堂还是地狱，这都是他之前自己左右的。我做过调查了，老皮和吴向芳之前并不认识。老皮之所以会答应吴向芳替他讨债，可能只是一个取得吴向芳信任的过程。这个情况说明2点：第一，洪桃六和吴向芳不是一伙的；第二，洪桃六也很想要这个东西，所以你要盯紧老皮。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有别的动作。行，知道了。别想那么多了，局里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郭永刚，你记住，你只是变更强制措施。我们的人随时会在外围监视你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按照要求去做的。去见你的家人吧。谢谢。爸爸。贝贝，想爸爸了吗？想了。都好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回家吧。走，贝贝，跟爸爸妈妈回家。把孩子给我吧。慧茹，我们还能不能重新开始？当你把刀架在我脖子上的那一刻起，你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。我只是暂时收留你，回头你还得找地方住。喂，你出来了？你是谁？难道你把六叔都给忘了？你要干什么？找个借口出来走走，聊聊咱们的事儿啊。我要是不出去呢？
那我就去你家找你。谁打的电话？哦，打错了。你休息吧。喂，刘组，发现2个人翻窗户进了齐慧茹家，请指示。我知道了，不要轻举妄动。这2个人很可能就是六叔的人。我们一定要让六叔知道齐慧茹已经受到他们的胁迫，这样才能让郭永刚顺利地接触到六叔。反正他们要的是钱，应该不会伤害齐慧茹的。明白。刘叔让你接电话。我是六叔。你现在在哪儿？看到了吧？我的人就在你家。如果我能拿到钱，你的老婆孩子就会没事。如果我拿不到，或者你联合公安抓我，我就让我的人当着你孩子的面强暴你老婆，然后再让你身边这位兄弟给你胸口来一刀，给你放血。郭永刚，你那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？郭永刚，他们是不是在你家里胁迫了你的前妻齐慧茹和孩子？如果是你就咳嗽1声，如果不是就咳嗽2声。郭永刚，你听着，齐慧茹和孩子都在我们的保护之下，他们要的是钱，我们会马上给你把钱准备好。一旦见到了六叔，我们的人马上就会解救齐慧茹还有孩子，我向你保证。赶紧通知咱们的人，在接到命令之前，谁也不许轻举妄动。六叔他们的人身上都有通讯设备，一旦我们行动，六叔就会发现问题，干扰通讯信号也是行不通的。通讯信号只要中断半分钟，六叔还是会发现问题，他就会让车里的人杀死郭永刚。他玩的就是这种3头6臂的把戏。团队，我要进行下一步的计划了，带他们去市中心的自助仓储。我把钱藏在市中心的24小时自助仓储里了。韩队，钱还没有到位吗？这个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只能选择放弃抓捕六叔。你再想想办法吧，你也知道这个六叔对我们非常重要。韩队，我老爸在这家自助仓储有股份，我可以让他们马上拿钱给郭永刚。韩队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同意吗？好吧，不过我要请示领导。太谢谢你了，也谢谢你老爸。客气什么，不都是一家人吗？哎呀！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们3位谁是客户？我是。这是欠条，我拿来了，你看一眼。这上面有我们局长还有我的签字。请过来。
好的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辛苦了啊！火速把这个给我送进去。是，要快。是真的，带我去见六叔吧。哎，下车！郭有刚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啊，六叔别来无恙。行了，把这箱子给我打开吧。打开。韩队，我和齐慧茹加2队人要同时行动，我冲进去之后，那边就交给你了。知道了，所有人听我命令，突击队做好准备。什么意思？六叔，我还想和您说几句话。你说。六叔。警察，别动！没用的，里面已经锁上了，打不开了。这个通道通到哪里？徐中路街道街边的那个理发馆。把他们带回局里。是。小站着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走，往上走。韩队，让所有人注意徐州路附近，郭永刚应该带着一个银色箱子。我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你们都先撤了吧。郭永刚不会回来了，他给我发了短信，说他不回来了。他还说谢谢我给他准备的100万。他说给我留了一封信，我们看过信之后，就会全都明白。
刘警官，你一定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吧？其实整个计划都是洪桃六的安排。当初你那一枪没有把我打死，这个计划就已经开始了。你是什么人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知道你住在内地的南市，你的老婆叫齐慧茹，你还有一个4岁的女儿，叫郭贝贝。老婆孩子，太可笑了。从我踏进赌场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已经没有老婆孩子了，所以他们死活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我唯一的身份就是赌徒，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赌博。除此之外，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你现在还能赌吗？你看看你的周围，你知道你在哪儿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就是一个活死人。不过，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不是喜欢赌吗？我可以跟你赌一把，你可以出去过几天像人一样的生活，怎么样？只要能让我离开这儿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丑话我可是要说到前头，赌的这一把，赌注，我可是要拿你的命。刺激，过瘾。你说吧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需要你诱导一个人，让他向你开枪，打死你。这么说，我做这件事情就死定了，对吧？不一定。如果你侥幸没有死的话，你会赢很大一笔钱，并且开始第2个任务。你可以用这笔钱继续你刺激而又糜烂的赌徒生活，怎么样？我以为我的生命已经没有价值了，没想到我可以用它再赌一把。我当然愿意。在你前面有一个箱子，这里面有30万现金，还有一部手机，1张回国内的机票。我现在需要你做的事情是拿着这个箱子，乘这一个航班回国。按照洪桃六的计划，我必须取得齐慧茹的信任。于是，我便在齐慧茹面前装出一副浪子回头的姿态。我让她相信，只要她配合我完成了任务，我就可以带着她和孩子从此远走高飞。你看看吧。其实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他们。人渣，变态。我在乎的是用我那条不太值钱的烂命，好好的玩一把。过完这个瘾，就算死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。谢谢你，冒险帮助我们工作。你帮过我，能帮助你，是我的幸运。还是要谢谢你。我们先走了。我很幸运，竟然没有被打死。我知道，
洪桃六的第2个计划开始了，所以，我竭尽全力让你们相信，我是为了老婆孩子才这么做的。你们也竟然真的相信了。所以，当我把六叔递给我的条子交给你们的时候，我就有了一个非常容易让你们信服的理由，让你们不那么容易怀疑我配合你们抓六叔还有另外的目的。其实我真正的目的，就是从你们手里骗走100万现金，然后从你们手里跑掉。六叔老巢的暗道，是洪桃六早就告诉我的。这封信和这张洪桃六扑克牌，也是洪桃六让我留下的。谢了，刘警官。感谢你给了我新生的机会。我们本来呢，是想让郭永刚做诱饵，钓六叔这条鱼，没想到却咬上了六叔这条洪桃六做好的饵，放走了郭永刚这条鱼。虽然有这封信能证明一些问题，但是让郭永刚做饵，这个计划是你定的，人又是从你手里跑掉的，恐怕局里对你还是要进行询问啊。也许这就是洪桃六的目的。